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篇最新的有趣的论文题目是呢 GPT-O1 能够修复所有的 bug 吗？对 GPT 家族大语言模型在 QuickSpecs 基准上的评估是不是比较新啊？所以这篇论文就探讨了最新的 OpenAI 的这个 GPT-O1 的模型在自动程序修复，就是 APR 领域的表现。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研究的背景自动程序修复简称 APR， 它是软件工程中的一个重要而且具有挑战性的领域。它的目标呢，就是自动检测和修复软件中的 bug，减少这个人工干预。近年来随着大语言模型就是 LLM 的发展，特别是GPT 系列模型的出现，那 APR 领域的发展取得了显著进展。那主要作者呢，来自于阿里云的这个叫胡海川，南京大学的杨烨和张全军，重庆大学的许国林，以及马来西亚理工大学的何聪清ChatGPT 是作为 GPT 家族里边广为人知的成员，已经在多项编程任务中展现出惊人的能力。然而呢 ，GPT 模型在不断迭代升级。最新发布的 GPT-O1 引入了一些新特性，比如说强化学习，就是 RL 和思维链 COT 这技术。那这篇论文的作者他们好奇这些新特性是否能让 GPT-O1 在程序修复方面，就 APR 表现出更出色呢？这是这个论文的内容那研究者们就设计了一个2步修复过程来评估 GPT-O1 的能力。他们使用了 QuickSpecs 的这个基准测试集，这是一个包含有40个 Python 程序的数据集。那每一个程序都有一个已知的 bug。那在第一步中呢，他们就向模型就是提了一个简单的提示，就是我们问问题：这个程序有 bug 吗？如何修复它？然后呢是有 bug 的程序代码。如果模型在第一步没有能成功的修复这个就是 bug 那么研究者呢会提供测试用的错误信息，让模型进行第2轮的修复测试。所以研究者们呢就比较了几个不同版本的 GPT 模型，比如说 O1 的 Preview、O1 的 Mini、GPT-4O 和早期的 ChatGPT。那他们还将这些结果呢和其他的大语言模型，比如说 Codex 和传统的 APR 技术呢进行了对比现在我们看看这项研究的主要成果，应该这也是这个论文最激动人心的部分。首先呢，我们看 GPT-O1 的表现是令人印象深刻的。O1 Preview 和 O1 Mini 在提供错误信息后都成功的修复了所有40个 bug。相比之下呢 GPT-4O 修复了38个，而早期的 ChatGPT 只修复了31个。就这个结果就显示呢 GPT-O1 在程序修复能力上是有了显著提升的。其次呢，研究者们发现GPT-O1 在处理复杂的 bug 时候特别出色。那比如在修复很多大问题的 bug 时候呢 ，O1 Preview 和 O1 Mini 在第一次尝试就成功了，而 GPT-4O 和 ChatGPT 都失败了。研究者们认为呢，这可能得益于 O1 的思维链能力，就 COT 允许它更系统的分析问题和构建这个解决方案。当然了，GPT-O1 它的这些优势也伴随着一些代价。研究者们发现呢，这个 O1它的响应通常比之前的GPT 模型呢长50%以上。另外呢 ，O1 还有一个独特的思考阶段平均需要7到20秒，这就意味着使用 O1 可能会消耗更多的计算资源和时间。所以这项研究呢，就不仅呢给我们展示了这个 ChatGPT O1 的强大能力，也给我们思考 AI 技术未来的发展就提供了一个启示。首先呢 GPT-O1 它引入的思维链技术呢，显示出巨大的这种潜力。这种能力呢，能让 AI 在处理复杂问题的时候更接近于人类。这种思维方式可能呢会在未来的这个 AI 系统中得到更广泛的这种应用。
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 AI 系统呢，能够解释他们的推理过程，而不是黑箱这对于提高 AI 的这种可解释性和可信度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呢，尽管 GPT-OE 在这项研究中是非常出色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个研究的局限性。QuackSpark 它提供的基准测试集虽然涵盖了多种算法问题，但是它们都是相对简单和独立的程序，在实际的软件开发中bug 可能更复杂，涉及更多组件的这种交互，所以未来的研究可能需要在更接近真实世界的这个场景中验证这些模型的能力。所以对于程序员的这个未来这项研究可以说也给出了一些有意思的这个启示比如一方面像 GPT-OE 这样的 AI 系统呢，在某些编程任务中已经表现得非常出色了，这可能会改变程序员的这个工作方式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 AI 编程助手帮助程序员呢更快的识别和修复这个 bug。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也不意味着程序员要被 AI 彻底取代相反的，程序员的角色呢可能会更进化，是吧？他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关注高层次的这个系统设计、算法优化，以及如何更好的利用 AI 工具。另外，随着这个 AI 系统变得更加复杂，对于能够理解和管理这些系统的专业人员的需求也会增加。所以呢，我们应该认识到编程不仅仅是写代码和修复 bug， 它还涉及到理解用户需求设计系统架构，确保安全性和可扩展性各个方面的内容。所以这些领域仍然需要人类的这种创造力和判断力。所以总的来说呢，这篇论文就给我们展示了 AI 在程序修复领域的这种快速进展，同时也提醒我们，技术的发展可能会以我们想象不到的方式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那作为这个技术从业者，我们需要保持这种学习和适应的能力，同时呢，也要思考如何负责任的开发和使用这些强大的 AI 工具。那当然了，我们最后想强调的是呢，虽然这些研究结果还是令人比较兴奋的，但是我们要保持这种批判性思维一个在受控环境中表现出色的这种 AI 工具，在面对真实世界的复杂性的时候可能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我们需要更多的去研究验证这些结果，来探索这些技术的它的局限性，并考虑他们将来对社会的这些潜在影响。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这个分享内容希望这篇论文的介绍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个 AI 技术的未来发展。谢谢大家收看，再见，拜拜。